我不是凶手。你去江飞家做什么？李一起伤人那天你也在现场，后来你也去医院找了他，为什么？我是在熟悉这个城市最容易犯罪的地方，因为我不仅是一名法医，我还是一名警察。你觉得你这样说我们会相信你吗？啊？是啊，韩风，你什么时候相信过我呢？李一奇、江飞还有秋兰子，在他们死前你都出现过，怎么解释？说是巧合，你觉得可信吗？告诉我兰子的死因，我就解释。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调包了秋兰子的水？高原现在初步判定，秋兰子的死于急性氰化钾中毒，这个水瓶上有你的指纹，你解释吧。不好意思啊。从兰子捡起这瓶水，到我们发现她身亡，中间只有不到3分钟。你们怀疑我在水里下毒，那瓶水拿去化验了吗？验出氰化钾了吗？你搞清楚状况。现在是我们在审你，不用你教我们怎么做。那在尸检报告和化验结果出来之前，我想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结果出来再谈。邱阿姨，请节哀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来，我来吧。哎，韩队，邱兰子确实死于氰化钾，但是那瓶水里没有验出氰化钾，戚主任私人物品里也没有验出氰化钾。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秋兰子死于氰化钾，她中毒之前只有跟你接触过，怎么解释？那瓶水呢？
验出氰化钾了吗？你们在水瓶上验出了我的指纹，怀疑我在水里面混入了氰化钾，然后将水瓶调包，让兰子喝下，中毒身亡。但是你们并没有在水里，我的私人物品，甚至是兰子的周围找到任何氰化钾的痕迹，所以没有证据可以支撑你们的推论。但你作为法医，下毒的机会跟办法应该不少。氰化钾是剧毒，一沾即倒。如果我对兰子下毒，只有2种方式：第一，我在她面前看着她吃下氰化钾，当着我的面中毒身亡。但是我当时不在局里，所以这不成立。第二，我事先将混入氰化钾的食物交给兰子，而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刚好吃下，中毒身亡。那如果是这个逻辑，不仅仅是我，这个局里，甚至是兰子走后遇见的任何一个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你为什么来？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江飞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。原钻。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？江飞的死不是意外，是他杀。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，尸温与室温相同，22度，胸口处有点状、方块状的痕迹，呈鲜红色。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，暗红色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，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，这存在2种可能：第一，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；二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。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，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，在江飞自己家吗？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。有一个地方可以。不可能，这太小了。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。但就目前来看，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，有的只是尸斑。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。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，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。但是你看这儿，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。还有，江飞死亡的时候，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。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？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
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。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，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。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，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，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。那按照你的推论，当时他的手指、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，不应该有褶皱才对。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。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。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。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，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。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。知道了。所以韩芳，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，是他杀了吗？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，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，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。再仔细搜一下。南方，什么事？我怀疑有人对江飞的尸检报告动了手脚。什么意思？你调转到这里来多久了？这和案件什么关系？凶手故意布局，想要诱导我们对死亡原因做出错误的判断，但同时，他也暴露了自己的特点。他对药理、解剖，还有公安局内部的办案流程都非常清楚，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到案件资料。符合这些特征，只有公安局内部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是自己人？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江飞跟张璐就坐在这儿。江飞的确在张璐面前吃了药，但具体吃的是什么，看不太清楚。方达，张璐手上的盒头包就是实验室那盒，那他没有撒谎。江飞的体内也验出了双牛轮样的反应。如果这盒药没有问题的话，凶手一定是在某个时刻让他吃了另外一盒头孢。再放一遍。齐主任，我刚才看到了兰子生前做到一半的检验，好像在分离一种毒品的配方，是你当时在让他比对什么吗？原钻呢？原钻验了吗？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，也在对比范围内，但结论是未检出。李一奇的血液样本在哪儿？李一奇？你是觉得李一奇的案子跟兰子还有江飞的这个案子有关？
停，倒回去，再缝一遍。一个左撇子，一个右撇子，有人冒充张璐。不对，那江飞家的血迹怎么会是张璐的？齐法医，韩芳，高原呢？高原呢？高原，诸葛韩队，怎么了？江飞家的血液对比是你做的吗？不是啊，药检是你做的吗？江飞家带回来的所有的检测都不是我做的。是江飞家的血检报告有问题吗？对比结果出来了，是他。赵医生人在哪儿？现在？这是你女儿赵一娃的转院申请，麻烦您签个字。